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来到了陕西的三原县，这里有一座大院，叫做周家大院，是清朝末年全国女首富周莹的娘家。周莹这个人，相信大家有所熟悉的，有一部电视剧完整的演绎了她的故事。她的一生啊，也是非常传奇，从一个年轻的寡妇，经过奋斗变成了全国的女首富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特别是她最终啊成为慈禧的干女儿，这就更传奇了。这里呢是她的娘家，建筑啊里面是修建的富丽堂皇，就跟我们在山西看到的很多晋上大院里面一样。里面的雕刻非常精美，雕梁画栋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连睡觉的床啊都有机关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一座豪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周家大院差不多200多年的历史了，建于乾隆末年、嘉靖初年。它是当时清朝一个刑部员外郎周梅村的府邸。周家大院算是官宅和民宅合起来的。他是做官的，他儿子是一个商人。周梅村也是周莹的曾祖父。在大门口也是2只狮子，这一般都是标配了。这2只狮子呢，估计也有200来年的历史了。经常有人抚摸啊，上面都已经摸出包浆来了。摸狮子其实有讲究的，我们经常说摸摸碧溪头，万事不用愁。那摸狮子代表什么呢？摸摸狮子头，一辈子不用愁；摸摸狮子嘴，夫妻不吵嘴不吵架；摸摸狮子的尾巴，顺风又顺水。这个是不是很有意义啊？在狮子过来呢，就是大门了，这个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年代感的。刚走进来，看到这里有块牌匾，叫做客乡内政，这是周梅村立夫人的时候他的朋友写的，希望他的夫人能够帮助丈夫管理好家族。周家大院在鼎盛时期实力是非常雄厚的，你看，这就是周家大院整体的一个效果图。我们今天来看到呢，只是像其中这样一个院落，那当时呢，总共是17个院落，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庞大？那么它17个院落呢，是分为前后，这里有一个通道，那么这里有一个大门，前方也有个大门，就是非常可惜啊。在那个后期烧毁了，只剩下一个院落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院落，据说里面的雕刻都非常精美，都建造的非常富丽堂皇、豪华。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想象出来，当年他们家族的非同一般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在1进院落，整个这个大院现在是由5进院落。在1进院落这两边的墙壁上面有大型的浮雕，整个大院里面的雕刻是非常精美的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组浮雕，左右两边都有。现在看到的是唐尧放像。唐尧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圣明君主，他以智慧和仁慈闻名于世。他在位时呢，国家治理有方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有一次呢，他决定放养一头大象，来观察人民的品质和社会的稳定程度。他告诉自己最得力的官员放养大象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人民和社会安定，大象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到宫中；如果不太稳定，大象就会四处游荡。结果呢，大象就回到了宫中。东边呢是大禹放牛，大禹呢是中国古代传说的治水英雄啊，他经历了9年的艰苦努力，成功的解决了洪水的问题。那么这个放牛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天呢，他带着牛群在田野里面放牧，发现了河流泛滥的迹象，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即将发生的洪水先兆，并果断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洪水问题。在这个雕刻旁边还有神兽麒麟，麒麟吐彩球，里面有字，分别是4只麒麟，上面是4个字：福、禄、寿、喜，也是一种美好的寓意了。在这个门口还有2块巨大的石头，这个大家应该也见过了，叫做上马石。一般正常来讲，上马石呢是在大门外面的，主人出远门的话，马就在大门外等待。而这里为什么会放在院落里面呢？这主要是由于这个上马石呢是供这个院落的女主人使用的。因为在封建社会，特别是清朝，女子呢很多时候穿旗袍，
他如果穿着旗袍上马的话，在外面呢有点不雅观，于是呢就把上马石放在这个位置。这些上马石是周家的女主人以及千金小姐专门使用的。还有一点，这个上马石上面有非常精美的雕刻，我们仔细看看。大家一眼望去，是不是一只龙啊？龙头，尾巴也是龙头，这个挺有意思，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。它这三面呢是代表3个字，这个也是龙头，这一般就是福字了，以龙的形式展示这个福。那么这个字体呢有一个名字，叫做盘龙篆体字，是以龙的形式来展示。福字旁边是寿，3个字总共是福寿喜。这个字很好认识了，是喜。当时周家修建大院的时候，请了全国的能工巧匠，总共大概是花了42年才把整个周家大院建成。大院里面使用的石头都是从20公里之外的地方取过来的，开凿过来的。这一块呢是2进院落的大门，它这个大门很有意思啊，中间的更高更宽，两侧呢更小一点，这也就等级身份的象征。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说过，一个大院里面它的中门大门是碰到有上级来才会打开，平时呢是走另外的门，而这里呢两侧的门呢是那些下人走的。最关键的是这个顶部是用黄金贴在上面的，它是把黄金弄成薄片，像纸片一样镶嵌在上面。在封建社会，其实有很多大院呢，它里面都会涂一些黄金，镶嵌在横梁或者柱子上面，这也是财力的象征。现在去2进院落，这么多柱子比较少见吧？现在这个大门呢是打开的，如果按照以前的话，我们是只有主人或者比这个家族身份更高的人才能走中间的。这个屏风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正常是不开的，要从两侧进出。那进来呢，就是第2进院落。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天井，这个天井的作用大家都了解了，藏风聚气。在封建社会，基本上大院都会有天井，中间还有一个大的水缸，这个我们说的消防的作用。那很多时候啊，他们这个天井下面是有管道的，就是排水的。有些地方可能会弄成钱币，甚至呢有一些家族呢，他们在上面呢会弄很多雕刻。当然身份不一样呢，他弄的东西就不一样。在这边我们看到那里一个小孔，很有可能呢这个雨水呀，就是通过这个孔排出去，甚至说它整个里面呢是连接的，里面一直从这个孔水这样流出来，最终呢通过旁边这个小孔流出去，这是一种方式啊。还有很多是4个角都有，这就是古代建筑的一种布局。先来看看这个东厢房，一走到这个2进院落啊，就能够看到有精美的木雕，这边都是，包括前面都是如此啊。我们先看看这一块的雕刻，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是关中8景，就是关中比较知名的景点。关中8景是有华岳仙掌、骊山晚照、八柳风雪、咸阳古渡、太白积雪等等，都是陕西一些比较有名的景点呢。像这一幅雕刻是雁塔城中，展示的是小雁塔。这个塔呢也是1000多年的历史，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裂开了。这是由于在1000多年的时间，这里经历了地震，但这座塔呢仍然没有倒塌。仔细看看这些雕刻，颜色都还比较鲜艳，200多年了还能保存这么完好，不容易啊。上面红色呢属于朱砂，那其他颜色呢是用石头或者其他弄成颜料来涂的。工匠确实厉害，像这样的雕刻在其他的大院还是比较少见的。看完了雕刻，我们来这个厢房里面看一看。这里呢明显看得出来是有人再来拜访，或者是说周家呢他的下面掌柜来这里汇报工作。
一般我们这种大院呢，它刚进来的话，基本上是接待的地方。那这里向我们展示的应该是祖孙三代，这个主人就是老太爷，他带领他的儿子、孙子来这里呢，处理家中的事情以及呢对外的生意。因为在封建社会呀，他们家族要传承下去，对小孩的教育呢是非常重视的。你像这个嫡子呢，一般会经常带在身边，耳提面授一样的，叫他做人，叫他处理生意。像我们电视剧经常演的那个家里的嫡长子啊、嫡子啊，是纨绔子弟，无恶不作。那其实呢，有点片面，可能会有这样的人，但是呢，大部分他们家族的那个传承啊，还是比较关键、比较重要的。来看看西厢房有什么，也是一组雕塑。这里看得比较明白了，这应该是家里的后辈向长辈那个早上请安，或者是祝寿的时候向他祝贺。因为在封建社会讲究以孝治天下，从皇帝到下面全部都是如此。在二进院落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他们家族展示的蜡像，这个主要是向我们展示他们家族的一些生活状态。其实完整的算起来，你像刚才那个后人向他们女主人跪的时候，在这里以前应该是不会的。整个周家大院它是17个院落，那么核心的人员一定是住在最重要的一个院落里面，像老主人、女主人，他应该是在里面。你像去向他请安呢，都是在最核心的地方。二进院落之后就是三进院落了，前方是大厅，上面看到是有一块牌匾“忠厚延年”，左右呢是一副楹联。这里呢主要是反映主人对子女后代的孝道教育、读书教育以及建功教育，是一种家风家系的传递。在这个大厅的入门口也有很多雕刻。中间呢是最大金枝，旁边呢是岳飞刺字，我们就不细说了，因为整体雕刻它肯定是一脉相承，里面的雕刻太多了，如果每一幅讲的话，2、3天也讲不完。那过来了，这里以前是叫做会客厅，那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是周家这个主人，他过50岁生日的时候向其他人来祝寿。那这个呢，可能是他们的后代给他祝寿的场景。在这个上面呢，也有一块牌匾，叫做“共永蓬莱”。这个是他们周家的那些商号掌柜的，大概是18个商号给他一起弄的一块匾额，意思是祝贺他长寿。看完了大厅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在整个周家大院，不管走到哪个地方，都有这么多雕刻。这一个院落都是如此。那如果17个院落算起来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啊！不愧是大豪宅、大户人家。这一块呢，就是第4进，是叫做退厅，意思是说那个客人呢，在这里喝茶聊天的地方。你看上面有很多灯笼，如果点灯的话，特别是到了天黑的时候，是非常漂亮的。这边就是家里的客人在这里休息。上面匾额写的是千寿堂，取自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意思是骄傲自满招来损害，谦虚谨慎得到益处。这个也算是他们周家的家训了。在当时来讲，周家呢非常重视对小孩的培养，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如此。这也就为周莹后面成为女首富奠定了基础。周莹呢，不光是经商非常厉害，她当时呢还做了很多善事，修文庙、办学校、赈灾等等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你像慈禧当时西逃来到这一边，她还捐赠了银两。我们之前去山西看了一下晋商大院，你像很多大院呢，都给慈禧捐赠了一些银两。这个周莹呢，他一开始捐赠了那个10万，后面辛丑条约签订之后，他又捐赠了很多次。
就当时他看到环境不太好，他就去努力出自己的一份心，最终呢导致慈禧收她为干女儿。这也就是跟他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关。我们经常说的家庭父母是小孩子最重要的教育人，也是他的启蒙，这个确实是如此啊。周家的家训呢，确实是非常了不起。最后面是第五进院落，一个大院有5进院落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最上面是主房，应该是当时周家的那个长辈居住的，就周梅村嘛。两边呢是厢房，一般是他们家里的小孩居住的。这边呢是周莹没有出嫁居住的地方，叫做闺房。那么周莹当时居住在这里啊，因为周莹小时候他们周家的房屋已经损坏很多了，一把火烧掉了。这一幅画像应该就是年轻时期的周莹，还挺漂亮的。大家对周莹这个人应该有所熟悉吧？那部电视剧演绎了她的故事，当时啊，她就居住在这里。这个跟我们在山西看到的有点不一样。山西的大院女子的闺房呢，一般有一个单独的院落，而且呢是居住在2楼，1楼呢是那些丫鬟居住的，可能这里呢有所区别。那时期的床还跟现在有点不一样，整体看这个房间确实不大。再仔细看看这个周莹的画像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当时的清朝女首富，她就是长这个样子。这边呢还有一些梳妆打扮的，这个是她弹琴的地方，古筝嘛。当时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，不过像这个柜子在当时应该是有的，要存放一些东西嘛。周莹呢一生是非常传奇的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她一生也是非常悲惨的。她在这里长大，从小呢聪明好学，展现了极大的经商天分。不过呢，女子终归是要嫁人嘛。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不远处的吴家大少爷，结果啊，她过门没多久就发现吴家大少爷重病缠身，很快就不行了。结果真的没多久，吴家大少爷就去世了，那她就变成了寡妇了。在封建社会，你寡妇要再嫁的话是非常困难的。周莹呢，那个时候才17岁，正是我们说的青春大好年华的时候。结果呢，又没多久，她公公也去世了，那相当于吴家一下子在差不多2年时间，2个主事人都没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吴家的所有事情就压到了周莹的身上。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我们说的小姑娘，这个时候就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，一个大家族的重任。她没办法，只能扛着前行，接掌家里所有的生意。一开始家族的那些人呢，都对她不服，但是呢，她通过一系列的手段，最终呢，掌握了家里所有的大权，把吴家的事业发展得很好，最终呢，变成了清朝的女首富。特别是我们刚刚说了，到了1900年慈禧西逃的时候，来到这里，周莹呢捐赠了10万两白银。一开始啊，我还以为她干女儿是辛丑条约之后封的，其实是慈禧来到这边，周莹给她捐赠了10万两白银，慈禧非常感动，把她封为富国夫人，并且呢收为干女儿。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，周莹呢还给了大量的白银给清政府。那这个时候，慈禧呢又给她封了1品诰命夫人，大概是一个这么的过程。那周莹后面到了1908年，就大概是45岁的时候，她去世，也算是英年早逝啊。因为40多岁，相对于现在的话还是很年轻。最关键的是一点呢，周莹她为吴家贡献了这么多事情，最终她去世之后啊，没有跟丈夫合葬，也没有葬入吴家的祖坟，而是葬在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个是不是挺悲惨的？前方看到的是周家大院最重要的大楼了，在这里呢被称之为后楼，位于院落的最后端，也是整座建筑群最高的建筑，上下2层。1楼呢是用来住人的，2楼呢是他们教育子女的地方。这里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大门上面有一块白匾，叫做怀古月轩，这个已经列入中华名匾，是周莹的长辈亲自写的。
在这里呢，同样能够看到很多雕刻。我们去里面看一看，据说呢，里面也有一件宝贝，宝贝呢就在床上。这样看起来上面非常简单，只有被子、枕头，感觉没什么。那么其实呢，它这个宝贝呢，就是床上的枕头。据说呢，这个枕头呢是当时慈禧赏赐给周莹的。这个枕头有一个特殊的作用，在中间呢有个小孔，人躺在那里呢，就能够听到远处说话的声音，就是有人走过来说什么话，躺在这个枕头，人就能听到，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扬声器或者是一个监听设备一样。这个听起来是挺传奇的，反正是这样介绍的，不知道真假。周莹后面回娘家，基本上是会住这里。一开始我们说这里是他长辈居住的，但是他的长辈都去世的比较早。你像周莹的父母，在他很小时候就去世了，他是由他的哥哥跟嫂子抚养长大的。尽管说他最后是成了首富，但一生的命运也确实有很多波折。周家大院我们这样简单逛了一下，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同一般，非常豪华，非常奢华？我们只是看了其中的一部分呢，并且这个大院是经过200多年的变迁，还能保存这个样子，就可以想象当年周家的繁华与实力强大，也算是大开眼界了。那这个周家大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